日本产经新闻日前独家报道，为了应对台海局势，日本政府打算最快今年夏天派遣防卫省现役自卫官常驻台湾，加强搜集情报的能力。这将是1972年以来日本首度派防卫省官员驻台。也有分析认为，日本此举意在试探大陆反应，但日方不可能不清楚破坏中日关系的严重后果。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夏季向日本对台事务窗口机关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派遣1名防卫省官员，预料派遣的是防卫省西服组及文职的1名现役职员，并非海陆空自卫队的制服组及武官官员。常驻的防卫省相关人员由此增至2人。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和台湾断绝官方关系。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则负责与外事相关的业务，例如旅行证件签发等。值得一提的是，所谓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原名日本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不含台湾字样。2017年，当时的安倍政府操弄改为现名。2003年，该事务所设置安全担当保障主任一职。因顾虑中方反应，一直未派遣现役自卫官担任此职，只派1名退休自卫队官员担任。2019年2月，台当局曾向日本政府提议，希望双方建立可实时交换解放军军机飞行情报的机制，但日方当时认为日台没有所谓的正式外事关系，加上顾虑一个中国政策，对此避而不答，等同拒绝。日本产经新闻分析认为，由于近年来台海局势紧张，日方认为有必要讨论在台湾有事时的日胞撤离计划，而且美国也有可能让日本在台湾有事时分担任务。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提升和台湾安保部门交换情报的重要性，也希望日方负责人具备更符合当前形势的专业知识。但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发文替日本政府甩锅。他分析称，日本政府之所以选择现在有所动作，除了那些明说的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配合美国总统拜登宣称的若台湾有事将出兵协防。石坂明夫认为，日方相关动作也是回应来自美方的压力。针对日媒的最新报道，台外事部门及防务部门都回应称，此事涉及日本政府内部作业，因此不评论。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认为，有关台日事务的消息宣布都应以日本外务省为准，有些特殊媒体常放话，最后都没有成真。此次很可能是日本国内特定政治势力为了挑拨大陆使其做出反应，甚至放话给其他势力看，来满足日本国内的政治消费，台湾也随之晕头转向。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坤义则认为，现在这样的状况是完全无法定案，因为最后防卫省要经过许多讨论才会确定。如果大陆的反应强烈，可能最后依然是无疾而终。这个当然就是碰消息嘛，既然是给产经新闻出来的是媒体先发布了，而不是由政府官员或者政府的外交部门的发言系统出来的，那这个东西就放话嘛，那来尝试台湾的反应，大陆的反应。针对美日勾连在台海问题上频频发生，中国外交部多次回应称，中方在台湾、钓鱼岛、涉海等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方坚决反对美日炒作相关问题，抹黑中国形象，干涉中国内政。民进党当局推行台独分裂活动，美国等个别国家对此推波助澜，这才是当前台海和平稳定面临的最大威胁。近年来，日方为了配合美国，不断企图插手台海，高层不断放话要助战美国干涉未来的台海之战。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甚至在退休之后仍冲在操弄台海议题的第一线，多次妄称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值得警惕的是，首相岸田文雄近期也借拜登访日之际，扬言日方要所谓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更值得警惕的是，拜登访日的目的就是召集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机制峰会，打造印太版小北约，不断对话显示要染指台海局势的姿态。而远在欧洲的北约也频频向日本抛来橄榄枝，日本已经参加了北约的外长和防长会以及网络演习等。近日，北约又邀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参加6月底在西班牙举行的北约领导人峰会。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岸田文雄正在研究其前往西班牙参加本月29日至30日北约峰会的可能性。如果成行，他将成为第1位参加北约峰会的日本首相，将成为日本和西方更加团结的标志。
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狂言，日本应与美国在区内盟友一道，共同创造条件，使中国大陆放弃武统台湾。您对此如何解读？我总结了一下，安倍提出的所谓创造出使中国大陆放弃武统台湾的条件，主要有3个：其一是要进一步团结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使之成为一致的行动人；其二是包括日本在内的美国盟友要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军事实力；第三，美国在区内的盟友要共同表达出武力介入台海局势的意愿。而在我看来，这3句话背后的真正潜台词，其实就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不仅要扩军备战，而且要共同将协防台湾的战略由模糊化走向清晰化，也就是大家要共同对外宣布，一旦台海发生战争，他们将会集体介入。安倍认为，假如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向中国大陆亮明了自己的底牌，就可以阻止中国大陆武统台湾。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安倍虽然已经从首相的位置上退下来了，但他仍然是自民党内最大派系安倍派的实际掌门人，仍然主导着岸田政府的重大内政与外交方针。而且很多迹象都显示出，安倍在退休后似乎是在专职协助岸田政府处理台湾问题。不久前，不在其位专谋其政的安倍公然对外宣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同时也是美日同盟有事。这已经成为了日本对台政策的基本指导方针。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表现了。因此我们千万不能将安倍的这一发言仅仅当成是其个人的态度，他极有可能是安倍在对外放风，或者说是发出动员令。未来日本以及美国在区内的盟友将会按照这一方针来处理台湾问题，也就是这些国家将会集体宣布军事介入台海局势。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安倍的这个说法真的能够阻止台海嗨战，或者说是阻止中国大陆武统台湾吗？我个人认为，不仅起不到作用，而且极有可能事与愿违，进一步诱发台海战争。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是否会武统台湾，以及什么时候武统台湾，并不取决于美日会不会介入，有多少国家会介入，以及那些介入的国家军事实力是强还是弱，而是要取决于台湾有没有宣布独立。因为中国大陆反分裂国家法中规定的对台动武的唯一条件，就是台湾出现了重大的台独事变。一旦台湾真的宣布独立了，那无论美日等国会不会介入，也无论美日的军事实力有多么的强大，中国大陆都必须要采取措施武统台湾。因为这既是反分裂国家法的意志，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意志。这个也就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联合宣布介入台海战争，并不会阻止台海战争的爆发，但是我同时认为，它就会助长或是诱发台海战争的爆发。因为一旦美国及其盟友做出了这样的宣示之后，自以为有了靠山的台独势力就会铤而走险。日媒也在炒作首相岸田文雄有意出席本月26号将在西班牙召开的北约峰会。假如成行的话，岸田将成为日向参会第一人。您对此有何分析？据外电报道，除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北约还邀请了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韩国领导人与会。而在今年4月份，这4个国家还曾应邀参加了北约外长会议。这样一种现象是在北约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因为北约虽然参与的国家众多，且实力非常强大，但是它长期以来毕竟是一个区域性的安全组织，也就是它主管的是欧美以及大西洋片区的安全，与印太地区的这些国家八竿子打不到一块。更加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北约邀请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与韩国出席峰会的原因，也就是因为本次北约峰会除了讨论俄乌冲突之外，还将讨论针对中国的战略问题，
尤其是讨论台湾问题，而讨论中国问题，尤其是讨论中国的台湾问题，自然就离不开这几个国家，尤其是离不开长期以来跳在最前面的日本。那么联系到早前日本与英国两国曾经呼吁北约要印太化，要关注台海局势，要将战略重心东移，我们就可以看出，日本与英国的这3点呼吁已经被摆上了接下来将要召开的北约峰会的桌面，也就是北约战略重心东移、印太化以及针对中国与关注台海局势已经被提上了北约的议事日程，而这一切都是在俄乌冲突之后发生的。这也就意味着俄罗斯的原本动机是要阻止北约东扩，以及阻止北约进一步做大做强，但是俄乌冲突发生不仅使得北约从脑死亡状态下被激活了，而且北约东扩还变本加厉了，连芬兰与瑞典都要加入北约了，整个欧洲都要北约化了。更加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俄罗斯的城门失火还殃及了池鱼，俄乌冲突还极大地改变了中国面临的生存环境，北约开始着手印太化了。除此之外，我认为北约邀请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与韩国出席峰会，还有可能预示着另外一个新的动向，即北约正准备在印太地区招兵买马，未来极有可能把这些国家也纳入其中。假如我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话，那也就意味着北约在东扩到俄罗斯边境之后，还将进一步东扩到印太地区，而北约战略重心的东移以及东扩到印太地区，还预示着原来拟议中的印太版北约有可能要胎死腹中了。这一是因为当前的北约都是由相同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国家组成的，而在印太地区多数国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让北约把印太地区相同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率先吸收进来，就成为了一个比较容易操作的理性选择。二是因为一旦北约东扩到了印太地区，同时吸纳了日韩澳新等国家，也就意味着印太版的北约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自韩国总统尹锡悦上任以来，朝鲜半岛局势全面升温。周日，朝鲜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方向发射了8枚短程弹道导弹。周一，韩美两军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8枚地对地导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呼吁各方保持冷静，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该计划于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2017年视察战略军司令部时，通过作战地图曝光。针对朝鲜发射导弹行为，韩国总统尹锡悦周一回应称，将遏制朝鲜的核岛威胁。值得注意的是，周日当天，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开始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演练如何应对弹道导弹袭击。演习期间验证了日本自卫队和美军战备水平，明确了双方意愿以及在反制弹道导弹威胁方面进行合作的态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称，今年以来，朝鲜多次发射弹道导弹，此举威胁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绝对不能容忍。日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已向朝鲜发出强烈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表示，希望有关各方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中方的立场很清楚，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目前来看，就是说朝鲜半岛此前那种僵局正在打破，那么形势实际上向着一个恶化的一个趋势去发展，很可能此前的一些缓和的努力都会化为乌有。那么今后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个更加不平静的这样一个半岛局势。
分析称，尹锡悦的上任让保守派重回韩国外交政策的中心，标志着首尔对朝政策发生方向性改变。相比于文在寅曾把改善南北关系作为优先事务，尹锡悦对朝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恢复了与美国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他曾在竞选期间威胁说，如果有朝鲜即将发动攻击的迹象，将对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外界注意到，尹锡悦上台还不到1个月，但这段时间以来，美韩联合演习相当频繁。5月份就举行了为期4天的联合反潜海洋探索训练，以及为期2周、代号为“韩国飞行训练”的大规模联合空中演习。而在此次朝鲜发射8枚短程弹道导弹的前一天，韩美刚刚结束了为期3天的有核动力航母罗纳德里根号参演的联合海上军演。外界注意到，自尹锡悦当选韩国总统以来，半岛局势就呈现升温态势。在尹锡悦就职前的几周里，朝鲜已进行了数次武器试验，包括在3月24日发射了1枚洲际弹道导弹。在这之前，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曾暂停了4年。5月25日，朝鲜又发射了3枚导弹。此前，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了亚洲之行，尹锡悦和拜登一致敦促朝鲜停止开发核与弹道导弹，还商定通过韩美延伸威慑战略协议机制讨论部署美国战略轰炸机。美韩近期还对朝鲜恢复核试验极力拱火，声称朝鲜第7次核试验准备已完毕，就待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的决定。分析称，一旦朝鲜丰西里核试验场真的有了响动，美国就会再度在联合国安理会推动对朝追加制裁的提案。那我非常担忧的就是说，由于尹锡悦政府在打破此前的这样一种稳定的状况，那么采取了一些这种强硬的这样一个举措，对朝的这样一个包容程度在下降。那么今后这个朝韩之间的互动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火药味，那么实际上对这种东北亚的局势会带来负面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在文在寅任期内，韩国选择平衡外交，但尹锡悦已宣布将让韩国与华盛顿更紧密的结盟，同时修补与日本破裂的关系。据韩联社报道，5月中旬，韩美联军新组建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部队，采用固定部署方式，由2个大队组成。该部队编制约500名官兵，配备24架新型 AH-64E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以及 RQ-7B 影子200无人机。外媒称 ，AH-64E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与 RQ-7B 影子200无人机协同配合，将进一步提升驻韩美军的侦察预警、战场信息感知和毁伤能力。韩美联军组建武装直升机部队，是美国按照战略构想在韩国打造具备合成化作战能力集群的体现，同时向外界释放持续增强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的信号。武装直升机部队属于攻击性极强的军种，也是朝鲜的短板。中国国防报指出，美国不断在亚太地区增加兵力部署，密切与相关国家的军事合作，让相关国家和地区更加依附于美国军事力量，成为其利益链条上的一环。这种做法将增加美国地区盟友的安全压力，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和挑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周日视察了乌东前线地区，这是自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泽连斯基第2次视察基辅以外的地区。同一天，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发生多起爆炸，是4月下旬以来的首次。对于美国宣布向乌军提供海马斯火箭炮等射程较远的武器，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远程火箭炮系统，俄罗斯将采取措施打击那些暂时还没有打击的目标。周一，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发布了总统泽连斯基上周日视察卢甘斯克地区西部城市利西昌斯克前线的视频。利西昌斯克位于卢甘斯克地区，而苏勒达尔则位于顿涅茨克地区。上述2个地区都属于顿巴斯地区。视频中显示，泽连斯基在战壕内给士兵授勋。泽连斯基周日晚上也发布视频讲话，说明了视察前线的情况。乌通社指，泽连斯基当天先去视察扎波罗热，并看望了从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撤退的乌克兰居民。这是自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泽连斯基第2次视察基辅以外的地区。此前，他在5月底视察了哈尔科夫。扎波罗热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源重地。它有这个水力的，还有发电还有这个火力的，甚至它还有这个全欧洲最大的核能发电厂。那所以说呢，泽连斯基他来巡视这个地区，当然是也有他的这个要来加强民众或者是加强这个军队里面的
这种向心力以及这个凝聚共识的这种效果。此外，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当地时间上周日凌晨也发生多起爆炸，随后乌克兰全境拉响了防空警报。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当天早上从里海水域使用图95战略轰炸机发射导弹对基辅进行了攻击。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当天上午6时左右发现来袭导弹并进行拦截，击落了一枚巡航导弹。据悉，袭击造成1人受伤，没有人员死亡。随后，俄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说，俄方使用高精度远程空射导弹发动袭击。基辅市长称，遭袭的是该市达尔尼茨基区和第聂伯罗夫斯基区的基础设施。袭击触发防空警报，这是4月底以来基辅首次遭到较大规模的袭击。乌国家铁路公司官员称，俄军袭击的主要目标是铁路设施。现场视频显示，在位于基辅东部的达尔尼茨基区，一幢仓库式建筑已经烧焦，冒着滚滚浓烟。附近通往一个大型铁路编组厂的道路被士兵把守封锁。随着战事陷入焦灼，英美先后宣布向乌军提供远程火箭炮等重型武器。美方宣布将运送4套海马斯先进火箭炮系统，英方则提供少量 M270多管火箭炮系统。英国卫报称，这些重装备足以扰乱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城市的集中炮击，但该报也担忧 M270的射程约80千米，足以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而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最高射程可达300千米。美方经过评估，决定只为乌军提供射程80千米的炮弹，以免被卷入与俄罗斯的直接对抗。但外界预计，美英提供的火箭炮不会很快上前线，还需要操作培训，预计至少2周之后才能发挥作用。俄罗斯国防部则警告，届时将对运抵乌克兰境内的这些重装备进行精准打击。虽然拜登表示已经得到基辅的保证，不会用海马斯来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英国国防部也表示获得了乌方同样的承诺。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认为，运送火箭炮系统的决定是合理的，因为随着俄罗斯战术的改变，我们也必须改变对乌克兰的援助方式。卫报则评论认为，此举有可能进一步挑衅已经被激怒的克里姆林宫。该报还认为，英美援助的武器越来越重型化，令人担忧，并且突破了先前承诺只向乌方提供防御性武器装备的红线。俄联邦委员会第1副主席加巴罗夫则表示，如果这种火箭炮出现在乌克兰军队中，俄罗斯将给予可能动摇整个乌克兰的重击。你明知道这个会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威胁，可是呢，你还是执意为之。那所以说，这个可能会引发俄方的一个相对比较强烈的这个反应。那这样子的话，那当然这个就是一个双方之间的一个更进一步的博弈。那到底结果如何呢？这个还很难说。上周日，普京再次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向乌克兰提供重型装备。西方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目的是延长冲突，补充乌克兰军方的损失，不能从实质上改变什么。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наносить удары по тем объектам, по которым мы пока не наносим. Вообще вся эта возня вокруг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поставок вооружения,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имеет только одну цель. 与此同时，俄乌双方围绕卢甘斯克地区行政中心北顿涅茨克市的激战仍在继续。上周，乌方称已经失去了对北顿涅茨克80%区域的控制权，但乌方最新表态表示，乌军已经重新控制了北顿涅茨克的一半地区，这是因为部队在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场关键战役中击退了俄军。卢甘斯克地区州长盖代上周日在社交媒体上说，我们的武装部队已经清理了俄军在这个工业中心一半的地盘，半座城市实际上已经由我们控制。盖代预计，俄罗斯军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发起大规模进攻，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在本周五之前控制北顿涅茨克以及连接利西昌斯克和巴赫穆特之间的交通要道。他写道，我们预计不久的将来，他们会动用所有的储备和人员，投入执行这2项任务。俄罗斯国防部上周6公布的顿涅茨克地区战况称，俄军打击了多个为乌军修理武器装备的工厂车间等军事目标。俄防空部队还在敖德萨附近击落了一架载有武器和军事装备的乌克兰空军 R-26军用运输机。当地时间上周日，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战地记者斯拉德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陆军少将罗曼库图佐夫已在顿巴斯前线阵亡。他称这是第4位俄乌军事冲突中
中丧生的俄军将领。俄罗斯《生意人报》及英国路透社均援引该消息源报道了这一消息。战地记者斯拉德科夫发文称，库图索夫是一个好人，他从一名空降兵成长起来，在他当团长的时候，我们就是朋友了。斯拉德科夫还称赞了俄军将领的战斗精神，我们的将军站出来以身作则，带领士兵冲锋。俄乌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北约东扩，但北约又趁乱局企图搞北扩，拉芬兰和瑞典入约。周日，美国等14个北约成员国还邀请尚未入约的芬瑞两国参加北约波罗的海行动军演。此外，对于土耳其对芬瑞入约的不同意见，北约秘书长展开游说。美军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则在到访瑞典时声称，美国力挺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并进一步向土耳其施压。6月5日至17日，美国等14个北约成员国举行第51次年度波罗的海行动军演，由美国第6舰队主导，并将由北约海上打击部队执行。总计约45个海上突击组、75架飞机和7000名左右军事人员将参加此次演习。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瑞典目前还不是北约成员，但这场北约演习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港开始，并在德国基尔港结束。已提交加入北约申请的芬兰和瑞典受邀参加。斯德哥尔摩港历史上首次停满来自13个国家的40艘军舰，大量瑞典民众到此围观。法新社在报道中形容，这是北约对俄罗斯不加掩饰的警告。美军最高将领、参联会主席米利也在演习前分别到访芬兰赫尔辛基和瑞典斯德哥尔摩，为他们加油打气。在斯德哥尔摩港，米利和瑞典首相安德松共同登上参演的美军主力基萨奇号2栖攻击舰。据悉，这是历来靠泊瑞典首都的最大型美军战舰，其长度约有250米。军舰配备了10架鱼鹰运输机、6架遥式垂直起降战斗机、3架 MH-60直升机和5辆登陆车。米利在基萨奇号上喊话称，对于我们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而言，在这项演习中展现与芬兰和瑞典团结一致至关重要。米利说，美国总统拜登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要求五角大楼制定新的方案，在适当的地方适度增加美国在瑞典的军事参与。同时，波罗的海行动军演这类长期规划也将继续进行。瑞典首相安德松则表示，这艘250米长的直升机航母及舰上1200名海军在瑞典首都中心的存在，是美国支持的具体体现，也是历史关键时期的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信号。北约对芬瑞两国频频抛出橄榄枝。据悉，北约方面已经邀请两国参加本月底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实际上，芬瑞两国入约并不顺利，当递交申请的当天就遭到了土耳其方面的拒绝。土方认为，芬瑞两国干预该国内政，还在反恐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因此提出了10条需要芬瑞配合解决的措施。虽然北约不断强调芬瑞入约不是问题，但土方拒绝让步。据塔斯社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6月5日表示，土耳其反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立场不会改变，直到土耳其此前提出的要求得到满足。5月18日，芬兰和瑞典正式向北约递交加入申请。依据规程，北约必须在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前提下才能吸纳新成员。而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多次反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原因包括这两个国家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及其分支，支持被土方认定曾发动政变未遂的居伦运动。上周五，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芬兰和瑞典入盟的问题通电话。外界认为这是北约在向土耳其施压。阿拉伯半岛电视台就分析指出，土耳其反对北约扩张超出了瑞典和芬兰的层面。作为北约成员，土耳其有权利为该国在北约框架内争取权利，而不是被迫卷入与俄罗斯的对抗。对此，土耳其政府已经表达过失望，尤其是近年来北约成员国动辄针对土耳其搞制裁，视土耳其为2等会员。现在显然是土耳其赢得北约尊重的契机。芬兰，尤其是瑞典，他们收容了很多像在土耳其被认为是恐怖分子的这种所谓的异议分子。土耳其会认为说，你们要加入北约，我当然希望说我们要来谈一个条件。土耳其他可能也会说，你如果说这个问题你不同意的话，那你要给我其他的方面的一些优惠等等。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土耳其最后会退让？这个我们还要再观察。
一旦北约北扩成功，瑞芬两国成功加入，俄罗斯将成为波罗的海周边唯一的非北约国家。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和北极地区将处于北约的包围之中，双方也将增加超过1000公里的陆地边界。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将被困在波罗的海。近1个星期以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先后爆料，宣称中国军机对其战机进行所谓危险拦截。澳方甚至表示，中国军机一度释放箔条干扰弹。但必须指出的是，澳方这是在故意混淆视听。比如，澳大利亚军机千里迢迢到南海抵近侦察，居心不良；又比如，事发海域究竟在南海的哪个位置？这些关键细节都被澳方刻意隐瞒和回避了。澳加拿军机相遇进行炒作，中国国防部、外交部予以回应。上周三，加拿大国防部发表声明称，中国军机多次和执行联合国对朝鲜制裁决议的加军机相遇，但中方有关操作不专业、不安全。加总理特鲁多、外长乔利等均表示，中方此举令人担忧，将向中方提出此事。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于周一回应称，近期加拿大军机以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借口，加大对中方抵近侦察并挑衅，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危及双方一线人员安全。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针对加方挑衅行为和不友好、不专业的操作，中国军队迅速采取了有理有力、安全专业的处置措施，并通过外交渠道向加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中方敦促加方正视事态的严重性，严格约束一线部队，不得实施任何冒险挑衅行为，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严重后果由加方承担。在周一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也对此作出回应。中方敦促加方正视事态的严重性，不得实施任何冒险挑衅行为，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严重后果由加方承担。赵立坚指出，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从未授权任何国家以监控违反决议活动为由，在他国管辖海空域部署军力，开展监视活动。对任何以执行决议为名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行为，中方都坚决反对。赵立坚强调，一个健康稳定的中加关系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待。加方应尊重客观事实，停止散布虚假信息，进一步认清形势，采取稳健务实的对华政策，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加关系恢复正常发展。就在加拿大炒作中加军机相遇事件后几天，澳大利亚国防部周日发布声明称，澳空军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于5月26日在南海地区进行例行海上侦察活动期间，一度遭到一架中国歼16战斗机拦截。澳方声称，中方的拦截对澳方军机及机组人员造成威胁，澳政府已向中方表达担忧。We are concerned about this incident. We have expressed those concerns through appropriate channels. I won't make any further comment on it. 澳方还强词夺理称，过去几十年来，澳军一直在该地区进行海上侦察，今后也将继续行使所谓自由航行和飞行权利。对于澳方的说法，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称，敦促澳方切实尊重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和重大关切，谨言慎行，以免引发误判，造成严重后果。具体的情况，请你向国防部了解。作为原则，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中国军队一贯基于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按照安全规范和专业的操作要求开展相关行动。中方绝不允许任何国家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危害南海和平稳定。根据澳大利亚国防部部长马勒斯的说法，当时解放军歼16战机距离澳方 P-8A 飞机非常近，并释放了一些包含小铝片的箔条。P-8A 侦察机的发动机吸入了部分碎片。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小铝片的说法主要来自马勒斯本人叙述，并无其他证据。有分析指出，所谓箔条可能是指箔条干扰弹。这种干扰弹是一种用于对抗雷达的自卫干扰耗材，通常是金属丝、金属箔或者带有金属涂层的玻璃纤维，一般用于自卫式干扰。
通常情况下，箔条干扰弹在敌方目标上空释放，随后箔条分裂散布成云状，并低速降落，对敌方雷达信号产生散射，使其不能正常工作。也有分析认为，根据澳方释放出的有限消息，也不排除是澳 P8A 上的红外干扰吊舱利用其激光对中国战机进行照射，或者澳大利亚军机的其他系统触发了中国战机的自卫系统，使得中国战机投放了红外干扰弹和箔条。因为箔条和红外干扰弹是根据事先设定的程序投放，二者通常是并用的。外界也注意到，除了无端指责中国军机行为非常危险外，澳方刻意隐瞒和回避了一些关键细节，比如事发海域究竟在南海哪个位置，离中方岛礁有多远，他们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此外，在拦截发生前，澳方军机到底做了什么？澳大利亚的南海政策近年来是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就是在之前呢，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一直声称要维持一个模糊的立场，就是不愿意公开选边。但是在2020年7月份的时候，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个声明，就是反对中国在南海的主张。与此同时呢，澳大利亚也开始追随美国，不断是派遣军舰、军机到南海来进行所谓的自由航行。那么口头上虽说是自由航行，但实际的目的我们都知道，就是向中方进行挑衅。近年来，澳大利亚紧随美国脚步，在南海地区搞对抗，曾多次使用侦察机对中方采取挑衅行动。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介绍，今年2月24日，澳空军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从本土部署至冲绳加手纳基地，随后仅2周时间，已累计6次前往台湾以北的东海开展抵近侦察活动。另据国防部披露，2月17日，中国海军编队在澳大利亚以北海域活动时，曾遭到澳空军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的跟踪滋扰，最近距离中方舰艇仅4公里。澳国防部则恶人先告状，称中国海军舰艇于17日使用激光照射澳军反潜巡逻机，遭到中方否认。去年11月，还发生了澳方的 P8 军机侵入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事件，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回顾这几次事件，澳方抹黑中国军方的伎俩如出一辙，而加澳等国近日频繁炒作此类话题，散发出一股五眼联盟的味道。这些国家到别人家门口偷听偷看，却觉得理直气壮。有分析指出，外国舰机在中国家门口晃悠、搞小动作，解放军必然会采取跟踪监视、警告、驱离等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即便加澳战机真的曾经遇到过被拦截的情况，也是在抵近侦察过程中无视中方的警告，在驱离过程中还一味非法抵近。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必须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应对，捍卫领空安全。周一，《环球时报》原总编辑胡锡进发表文章称，加澳军机来中国周边搞事，却是承受不起空中对抗游戏的妈宝。文章指出，这2个五眼联盟国家均显示出国际泼皮无赖的嘴脸，因为他们指控的摩擦均发生在中国附近海域的上空。连一些加拿大网友都问，他们国家的军机跑到8000公里之外的中国旁边去干什么？南海离澳大利亚同样距离遥远，但澳大利亚在这里的表现仿佛它就是一个域内国家。文章还写道，请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先在战略上专业起来，来中国周边搞事就必须承受中方针锋相对的抵制性行动。此外，他们的飞行员还需要经受更多培训，承受得了与中国飞行员在能互相看清面孔的距离上的博弈，做到心不慌手不乱，一旦发生撞击等意外事件，派飞机和军舰跑到中国家门口捣乱来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需要承担全部责任。无论是加拿大还是澳大利亚，他们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就是支持美国在南海的所谓自由航行行动，为美国壮声势。对于美国来说，澳大利亚是他推行印太战略一个非常重要的帮手。那么，无论是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还是其他的倡议，澳大利亚都会在第一时间表示支持。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澳大利亚国防部周日恶人先告状，称澳空军一架反潜机在南海空域遭解放军战机拦截，澳方指控中方所谓危险接近并释放箔条，您对此有何分析？假设澳方声称的事情真实发生了，那么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那就是澳大利亚皇家空军一架反潜巡逻机试图在南海上空刷存在感，在与我负责跟踪监视的解放军歼16战机进行友好切磋时落了下风。气急败坏的澳大利亚方面打算借助媒体指责解放军飞行员所谓野蛮驾驶。
和平年代的军事斗争遵循相应的游戏规则，在国际海域、空域，又或者是一些存在领土争议的区域上空，每天都会上演这样的所谓友好切磋。比如说，希腊与土耳其空军战机在爱琴海上空互相摇尾；又比如，俄罗斯空军与北约战机在巴伦支海上空相互驱离；再比如，解放军海空力量与日本海自、空自围绕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日常博弈。这种所谓的友好切磋是除了实际使用武器以外，飞行员各凭本事的空中较量，也就是要么你把我甩掉，要么你精疲力尽掉头回家。澳大利亚方面倒打一耙，指控中方所谓危险接近，只能说明自己败下阵来，水平不入流吗？此事更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澳大利亚的反潜巡逻机为什么要来南海刷存在感？从澳大利亚冷战以来的国防建设上看，他们有限的海空力量主要使用在印度洋、南太平洋群岛海域以及大洋洲周边海域。来一趟南海已经算得上是劳师远征了。根据开源情报显示澳大利亚空军这架战术编号为 A47-008 的反潜巡逻机是在今年2月从澳洲本土部署至冲绳加手纳基地的。也就是说，澳大利亚空军的战机是在借助亚太盟友的军事基地，对中国周边海空发起军事侦察行动。请注意，行动发起者是对方。现在对方试图借助所谓官方声明与媒体赋能的方式大肆渲染此事，颇有些舆论战的意思了。这让我不禁想起当年 CNN 记者登上美国海军 P-8A 反潜巡逻机，在中方的南海岛礁上空盘旋，使用宣传机器为所谓南海仲裁案进行舆论准备的老黄历。套路是类似的，路径高度雷同。那么澳大利亚方面的动机是否也同样不单纯呢？那么在您看来，澳方背后动机是什么呢？折射怎样的战略思维？军事部署是在践行军事战略，军事战略折射国家总体战略。从这个意义上看，澳大利亚确实在加大对中国方向的战略注意力。一个典型的观察样本，恰恰就是所谓的南海问题。过去数十年，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主要经历了一个从中立观望到谨慎介入，再到积极介入的转变。我个人认为，这个转变之所以发生，有2个主要变量在起作用。第一是美国作为盟主的战略牵引作用，第二是澳大利亚自身进行战略调整的主观能动。这2个变量相互作用，共同形塑了当前澳大利亚在亚太棋盘上的棋路。一个讽刺的事实却是，澳大利亚实际上是中国崛起的利益分享者，尤其是经济利益。中国常年占据澳大利亚对外贸易顺差头把交椅，反倒是美国一直是澳大利亚外贸逆差的第1位。这就给澳大利亚带来一个显著的战略矛盾，那就是在经济利益与地缘政治中如何取舍。前些年有一档澳剧很火，里面有这样一段剧情，那就是澳大利亚政府的高官们正在讨论一份涉及4000亿澳元的国防白皮书。总理先生想知道花这笔钱是为了和哪个假想敌对抗呢？在座的将军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支支吾吾，再三逼问之下，大家承认是中国。那么一个问题显而易见，花这笔钱保卫澳大利亚的贸易路线不受所谓的区域内强国中国的威胁。然而，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正是中国大家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件多么荒唐可笑的事情。剧情固然荒唐，现实却也讽刺。澳大利亚方面难道不正是朝着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方向在盲动吗？前不久，恰逢澳大利亚政府换届尘埃落定，中国驻澳大使肖谦接受了澳方媒体的专访。肖大使有一句话，我认为很具有提示作用，那就是中澳间不存在根本性利益冲突和不可调和的历史积怨，双方拥有广泛而深入的共同利益，完全有理由成为伙伴和朋友。只要双方客观理性看待彼此发展，妥善处理分歧，那么2国关系就能重回正轨。我希望澳大利亚朋友能够冷静地品一品这句话。
美国 GDP 一季度年化季环比下跌1.5个百分点。摩根大通 CEO 警告，美国或迎来经济飓风。多方压力之下，拜登终于将抗击通胀列为首要经济任务。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日透露，拜登政府正研究取消部分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美国单方面对华发起的长达4年的贸易战，终于要结束了吗？雷蒙多上周才表示，近期不会放松对华制裁，并考虑把更多中国企业加入美方的经济制裁黑名单。美国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来看看分析。面对国内几十年来最高的通胀，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日表示，总统拜登已要求他的团队研究取消部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口商品施加的关税，以应对当前的高通胀。We are looking at it. In fact, the president has asked us on his team to analyze that, and so we're in the process of doing that for him, and he will have to make that decision. 雷蒙多表示，取消一些家用消费品的关税或许是明智之举，但工业用原材料则不在考虑之列。Steel and aluminum, we've decided to keep some of those tariffs because we need to protect American workers and we need to protect our steel industry. That's a matter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re are other products, household goods, bicycles, etc., and it may make sense, and I know the president is looking at that. Here's what I do know. President Biden gets up every day and goes to bed every night thinking about what can we do to get a lid on inflation. And anyone who brings him a good idea that he thinks will help American families, he's open to doing it. 2018年，特朗普引用301条款，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额外关税。这些税目将于今年8月到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表示，已经开展复核工作，但外界注意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主张保留这些关税，并将其用作与中国全面竞争的战略工具。上周四，美国副贸易代表比安奇就表示，除了减免关税，美国政府的选项还包括启动新的贸易调查。这明显与财政部长耶伦以及商务部长雷蒙多的意见相反。此前，美国《纽约时报》曾报道称，白宫内部罕见就经济政策产生分歧，并且摆上台面进行争吵，甚至连拜登都无法做出决断。因为我们知道钢铝这些产品、大宗商品、中间产品是整个工业的这个基础，而这个它会直接较为明显的会全面的推升美国国内的通胀。但是呢，拜登政府我们显然看他做法是，他首先他免除了这些洗衣机啊、自行车啊这些关税的话，显然他就想让老百姓去看到他美国拜登政府在做一些事情啊，不管这个政策能不能实实在在的能够取得多大的这个成效。其实就暴露出了这个美国政府的想的这个就是好事占尽，他就想一方面又想继续对中国进行打压，同时另一方面又想获得中国比较廉价的这个进口商品，来帮助他压降国内的这个通胀。近期有迹象显示，拜登团队内部已经达成妥协，一方面取消一些关税，另一方面又加强非关税措施与中国全面对抗。事实上，上周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就透露，拜登政府正就积极调查所谓中国躲避美国制裁的情况，并考虑把更多中国企业加入美方的经济制裁黑名单。这些被列入清单的中企将遭到美方的出口管制。雷蒙多还强硬地表示，近期不仅不会放松制裁，美国还将要求盟国实行与美国一致的对华贸易限制措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多次使用实体清单对中国发起经济制裁。拜登上台后，所谓的实体清单越拉越长，甚至还蔓延到金融领域。美国证券监管部门对中概股实施预摘牌名单制。截至目前，这个名单已经有约140家中国企业，大多数是中国的优势竞争领域产业，包括 IT、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等。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核心就是要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拜登政府将利用印太经济框架实施出口限制等措施，组建地缘经济、地缘科技的抗中联盟，并不断升高对中国进行小院高墙式的科技围堵。对于美方的无理制裁，中方也发起了对等反制。中国商务部自2020年起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并在2021年6月通过反外国制裁法。美国前商务部长罗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防务、雷神等军火巨头被列入制裁名单。
商务部6月2日也表示，反对组建各类出口管制小圈子，称中国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企合法权益。未来中美经贸战还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但是有可能会性质上会出现一个变化，或者形式上会出现一些变化。那么变化主要就是从传统的直接加征高额关税，转变为采取一些非关税性的这样一些壁垒性的这样一个举措，例如像列出更多的实体清单，采取各种各样的这个技术封锁，通过以及在一些更这个特别这个高精尖的领域设置一些障碍。出口和经贸障碍，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现出之间中美经贸的这样一些矛盾和冲突。对于拜登来说，目前摆在他面前最严峻的任务，恐怕还是国内严重的通胀问题。有观察认为，在11月将举行中期选举的背景下，由于通胀和物价高涨，直接影响了大量民众生活，很多人会用选票来表达自己的态度，而这才是拜登政府和民主党面临的真正最大挑战。据著名财经智库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测算，全面取消对华额外关税将令美国通胀下降约1.3个百分点。但前提是拜登政府的动作要快，以免美国经济陷入高通胀、低增长的恶性循环。美国商业媒体 CNBC 电视台也呼吁，放宽或完全取消对华关税，已是白宫可动用的少数选择之一。美国摩根大通公司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就预测，受通货膨胀压力增加、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以及俄乌冲突升级影响，美国经济将刮起飓风。